青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姐姐，捉贼捉赃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这么想看妹妹的身材？我以为是我的未婚夫和好闺蜜，没想到是两个贼，偷人偷命的贼。张浩，3年前你公司濒临破产，是谁帮你收拾烂摊子？林婉，你父母生病住院，是谁替你垫付的医药费？你们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！你们伪造遗嘱的录音，你们转移资产的转账记录，你们密谋如何害死我的聊天截图，我全都有。从我怀疑你们的那天起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你们会付出代价，做贼也会放过你们。哎呀，妹妹，这大冷天的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又掉进池塘里了？这都第几次了，姐姐都替你心疼。姐姐，是你推我的，你敢做不敢当吗？妹妹，在这个府里，真相从来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更有价值，谁更得父亲的宠爱。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娘是个狐狸精，你也是个扫把星，活着就是碍眼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没看到三小姐又失足落水了吗？还不快送她回去！冻死了谁负责？救命！救命！是人说要杀我，他要杀我！叫大声点，让整个府里都知道你是个不知廉耻的荡妇。叫啊，看没有人来救你！这府里谁不是站在我这边？去死吧，沈清鸾！你娘抢了我娘的正妻之位，就替她偿命。等你死了，这沈府就再也没有人跟我争了。父亲的爱，沈家的财产都是我的。这是哪里？我没死。小姐，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小翠，我母亲是怎么死的？夫人是被季夫人和大小姐活活气死的。夫人病重时，他们不让大夫进门，还霸占了夫人的嫁妆。夫人临死前一直在喊小姐的名字，说对不起您。原来如此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既然老天让我重生在这具身体里，让我再活一次，那些害死原主和原主母亲的人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这一世，我沈清鸾要让所有欺我辱我之人付出血的代价。我不再是从前那个软弱无能的沈清鸾了。三小姐就是个扫把星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从今天起，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。谁动我一根手指，我断他一条手臂。哟，三丫头大病初愈，不好好在房里养着，出来做什么？也不怕冲撞了客人。回母亲，女儿是来讨债的。讨债？三妹妹怕是烧糊涂了吧？你一个庶女，吃沈家的喝沈家的，还敢跟母亲讨债？你欠母亲的够你还一辈子了。这是母亲当年的嫁妆清单：黄金300两，白银2000两，绸缎100匹，店铺6间，田产100亩，古玩字画若干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上面还有父亲的亲笔签字画押。母亲当年说家道艰难，先借用这些嫁妆救急。如今3年已过，女儿已满18，该出嫁了。这些嫁妆是不是该还了？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出嫁吧？三丫头，你娘死后，这些嫁妆自然归宫中所有。你一个姑娘家，哪有资格动这些？再说了，这些年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不要钱吗？母亲此言差矣。大燕律法明文规定，女子嫁妆为其私产，夫家不得侵占。嫁妆主人死亡，
其嫁妆由子女继承，任何人不得霸占。母亲若是不懂法，女儿可以教教母亲。这是我娘嫁妆的官府备案，这是过户文书，这是当年母亲写的借据，上面还有母亲的签字画押，想赖都赖不得。3日后就是窦太后寿宴，母亲若不想在那一天被人戳脊梁骨，说沈家即使霸占原配嫁妆，就把这些东西还给我，否则我不介意让全京城的贵夫人都知道母亲是个什么东西。沈清鸾，你敢威胁母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嫡姐何必动怒？我只是讨回属于我的东西，倒是嫡姐。听说窦家公子对嫡姐情有独钟，夜夜幽会。不知道这事儿要是让窦家那位善妒的正牌夫人知道了，会如何？嫡姐这肚子怕是等不了了吧？够了，青鸾，你想要什么？回父亲，女儿只要母亲嫁妆中属于女儿的那一份，拿到东西，女儿既往不咎，从此与继母嫡姐井水不犯河水。准了，3日后你来库房取东西，但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女儿告谢父亲。派人盯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来。敢跟老娘斗，我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先生，三小姐，听闻三小姐大病初愈，怎么不好好歇着？三小姐也读律书，女子读律书的可不多见。先生方才教姐姐们读女诫，青鸾想问问先生，女子除了3从4德，还能读什么书？难道女子生来就只能相夫教子，不能读书明理？三小姐此问倒是问到了点子上。圣人云：有教无类，读书明理不该分男女。只是世俗偏见，总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。但我始终认为，世间之大，总有奇女子能打破这偏见，青史留名。三小姐今日在大厅上的表现，我听说了，不卑不亢，据理力争，倒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先生说的是，女子若不能为官，如何报效国家？女子若不能著书立说，如何留名青史？青鸾虽为女子，却也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。只是这条路艰难险阻，荆棘遍布，三小姐可有准备？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。只要路是对的，再难也要走下去。青鸾不怕艰难险阻，只怕庸庸碌碌过完一生。三小姐有此志向，少卿佩服。若有用得着的地方，少卿愿效犬马之劳。那就有劳先生了，日后还请先生多多指点。那个死丫头居然敢威胁我，还敢提你的事，她怎么知道的？母亲，她这几天确实像是变了个人。以前唯唯诺诺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现在却牙尖嘴利，咄咄逼人，肯定有问题。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他娘已经死了，也不差他一个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你有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好，就这么办，让他知道，在这府里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跟我斗，他还嫩呢。小翠，别出声，躲到柜子里去，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。没人。拿下！是摄政王府的马车，快跑！有趣，深夜奔逃依山凌乱，沈家三小姐倒是让本王刮目相看。王爷救命之恩，青鸾铭记于心，他日定当图报。救命之恩，你打算怎么还？沈三小姐，上车吧，本王送你回府。沈家三小姐深夜遇刺，却能全身而退，还伤了4个刺客，这等身手可不是一个深闺庶女该有的。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青鸾只是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庶女，王爷救了青鸾，青鸾感激不尽。至于身手，不过是些防身的小把戏，不值一提。改变命运？改变命运？本王怎么觉得你是想要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？王爷说笑了，青鸾一介女流，哪有翻云覆雨的本事？本王会盯着你的，沈青鸾，你很有趣。今晚的事，本王会让人查清楚。至于你，小心点，下次本王不一定能及时赶到。多谢王爷，青鸾记住了。你个死丫头，昨晚夜不归宿，跟野男人私会，我们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老爷，你一定要严惩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。母亲这话从何说起？青鸾昨夜遇刺，差点丧命，多亏摄政王路过救下。王爷担心青鸾安危，这才留我在马车中暂避。怎么到了母亲嘴里，就成了私会野男人？什么遇刺？摄政王？这是摄政王的贴身玉佩。王爷说，若有人不信，可凭此玉佩去王府求证。父亲若不信，大可派人去问。昨晚的事到底怎么回事？如实说来。昨夜青鸾正在房中读书，突然有黑衣人闯入，手持利刃想要杀我。青鸾拼死反抗，逃出府门，正遇上摄政王的车驾，王爷出手相救，这才保住了青鸾的性命。父亲，那些黑衣人身手不凡，分明是训练有素的杀手。青鸾一个深闺女子，与人无冤无仇，谁会花这么大代价来杀我？除非有人想要杀人灭口，永绝后患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但摄政王已经派人去查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这件事为父会查清楚的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妹妹好雅兴，昨晚差点死了，还有心情看书。妹妹的胆子可真大。姐姐有事。沈青鸾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有摄政王撑腰就万事大吉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沈府轮不到你撒野。姐姐放心，妹妹从不撒野，妹妹只讲道理。谁跟我讲道理，我就跟谁讲道理；谁跟我动刀子，我就让他尝尝刀子的滋味。你沈青鸾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？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三小姐，这些都是夫人给您准备的嫁妆，您点点，可别回头又说少了，冤枉我们。小姐，他们这是欺人太甚，太过分了。管家，我娘嫁妆单上写的是黄金300两，白银2000两，这些怕是连30两都不到吧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，这么好糊弄？三小姐，如今府中困难，只能先给您这些，剩下的等府里宽裕了再补，您就别为难小的了。小翠，把这些东西搬回去。既然继母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给窦家面子。听说窦家老夫人最恨贪墨之人，若知道她的远房角妹霸占原配嫁妆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三小姐息怒，小的这就去禀报夫人，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小姐，您太厉害了，这下他们肯定不敢再欺负咱们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他们欠我的，我要连本带利拿回来。王爷怎么来了？也不让人通报一声。本王想来看看，能让4个刺客铩羽而归的沈三小姐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查清楚了，那些刺客是王氏花钱雇的，你想怎么处置？王爷觉得青鸾该怎么处置？本王在问你。青鸾以为打蛇要打7寸，现在动王氏只会打草惊蛇，不如留着他，放长线，钓大鱼。有意思，你是第一个敢跟本王说不的女人。沈青鸾，你可知道本王为何要帮你？青鸾不知，还请王爷明示。因为本王喜欢看戏，而你这出戏
很好看。王爷就不怕会把你也卷进去？真有意思。沈青鸾，你是第一个敢威胁本王的人，本王等着看你这出戏能唱到什么地步。小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想摄政王？胡说什么？我只是在想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小姐，您说摄政王为什么要帮咱们呀？他那么大的官儿，日理万机的，怎么会有空管咱们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他既然来了，就说明他对我，或者说对沈家有所图。不管他图什么，只要对我有利，我就接着。这一世，我不能再任人宰割。王爷，查清楚了，沈家三小姐沈青鸾生母早亡，一直备受欺凌，但最近她像是变了个人，行事作风完全不像从前。哦，怎么个变法？从前她胆小怕事，唯唯诺诺，见到继母和嫡姐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现在却敢跟继母嫡姐叫板，甚至还敢威胁他们。今天在库房，她三言两语就把管家吓得屁滚尿流，完全像变了一个人。有意思，继续盯着他，有任何异常立刻来报。是，本王倒要看看这个沈家三小姐还能翻出什么浪来。沈青鸾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何本王如此在意？小姐，您什么时候学会剑术的？怎么，你家小姐就不能会剑术？不是，可是小姐，您从小到大一连鸡都没杀过，怎么突然就会舞剑了？这剑法看起来好厉害，比那些护院都强。大病初愈后，梦里有个高人教的，他说我命不该绝，特意传我保命的本事。怎么，不信？信，小姐说什么小翠都信。小姐自从醒来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会读书，会算账，会剑法，还会跟继夫人和大小姐叫板。小翠都觉得小姐不是以前的小姐了。傻丫头，小姐还是你家小姐，只是以前的小姐太傻了，总以为忍让能换来太平。现在小姐想明白了，软弱只能被人踩在脚下。小姐说的对，小翠以后再也不劝您忍了，谁欺负咱们就打回去。小翠，去把早饭端来吧，吃完还要读书呢。哎，小翠这就去。今天厨房做了小姐爱吃的桂花糕，小翠多拿2块。沈伯父，小侄窦子轩给您请安了。子轩贤侄不必多礼，请坐。来人，上茶。沈伯父，小侄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哦，贤侄但说无妨。小侄对若霜妹妹一见倾心，日夜思念，特来求娶，请伯父成全。你说什么？窦公子，这门亲事咱们得从长计议。若霜她还小，不急着出嫁。还小？若霜妹妹今年都20了，再不嫁就成了老姑娘了。伯母该不会是想把她留成老姑娘吧？伯父，小侄是真心求娶，若伯父应允，小侄愿出聘礼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，外加京郊良田1000亩。窦公子好大的手笔，只是姐姐如今这身子，怕是等不到成亲那日了吧？说什么？姐姐，你这肚子怕是藏不住了。窦公子既然这么喜欢你，不如现在就告诉他真相，也好让他知道他求娶的是个什么样的女子。沈若霜，她说的什么意思？你怀孕了？窦公子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嫉妒若霜，故意诬陷。若霜清清白白，怎么可能清清白白？那请母亲让大夫来验一验，看姐姐是不是清白。好啊，沈若霜，我还以为你是清白之身，原来早就是个破鞋，还敢瞒着我。你们沈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？窦子轩，你闭嘴！我女儿不是你能侮辱的。侮辱？沈伯父，您女儿肚子里揣着野种，还想往我窦家塞？
您当我是冤大头吗？沈三小姐，多谢提醒。王氏，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，还未出嫁就大了肚子，现在好了，窦家不要了，我们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父亲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沈清鸾，是他害我，是他把消息透露给窦家的，他想毁了我。你还有脸怪别人？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指望别人替你瞒着？还有你，这些年你纵容他胡作非为，现在好了，害人终害己。从今天起，若霜禁足府中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爬出房门右。老爷，若霜，你闭嘴！再敢多说一句，你也给我滚出去！小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在想今天的事。您说沈若霜这下是不是完了？窦家不要她了，肚子里还揣着个孩子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她不会就这么完了。王氏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母女俩一定会想方设法报复我。那怎么办？小姐，要不咱们小心点儿。放心，我等着他们来。他们不来，我怎么把他们连根拔起？小翠，你说，一个人最想报复的时候，是不是最容易露出破绽？好像是。那我就给他们这个机会，让他们以为自己能得手，然后一网打尽。哟，这就是那个勾引我儿子的狐妹子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骨子里有多下贱。您这是做什么？私闯民宅，出言不逊，当我沈家好欺负吗？私闯民宅，沈万山，你女儿勾引我儿子，害得我窦家丢尽脸面，我还不能来讨个说法？抬起头来，让本夫人好好看看是个什么货色。就这也配做我窦家的少奶奶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窦夫人，您说话客气点。若霜她……你给我闭嘴！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肚子里揣着野种，还想往我窦家塞？当我们窦家是收破烂的？我和子轩是真心相爱的，他答应过要娶我的。真心相爱，就凭你也配跟我儿子说真心？我儿子不过是玩玩你，还当真了？够了！闹够了没有？还嫌不够丢人？老爷，我这不是来讨个公道吗？讨公道？我们窦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沈万山，你这女儿我们窦家要不起，这门亲事就当没提过，以后也别再来往了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王氏，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，这下好了，窦家跟我们翻脸了，我们沈家的脸都丢尽了，以后在京城我们还怎么做人？父亲，你们要为我做主啊！老爷，若霜说的对，一定是沈清鸾那个小贱人搞的鬼。是沈清鸾，一定是他告诉窦家的，他想毁了我。你们还有脸怪别人？从今天起，若霜禁足府中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踏出房门一步。至于你，再出这种事，你也给我滚回娘家去！小姐，您听说了吗？窦家来退亲了，把沈若霜骂得狗血淋头。这下她可惨了，肚子里揣着孩子，还没人娶她，看她以后还怎么嚣张。听说了，您不高兴吗？那个坏女人终于遭报应了。高兴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她欠我的还多着呢。小姐的意思是，今天的事只是开胃菜。王氏和沈若霜现在一定恨我入骨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报复我。那怎么办？小姐，要不咱们躲躲？为什么要躲？我等着他们来。小翠，从明天开始多留意厨房的动向，还有院子里多备些防身的东西。是，小翠记住了。父亲，我完了，我彻底完了。窦家不要我了，父亲也厌弃我了，我这辈子都毁了。母亲，都是沈清鸾，都是他，
如果他不当众揭穿我，窦家怎么会知道？我也不会成这样。若霜，你别怕，有娘在呢。你放心，娘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他不是要考女官吗？娘已经买通了考官，让他陷害他作弊，做实后他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真的，母亲您说的是真的？娘还能骗你？礼部侍郎王崇是娘的表兄，娘让人送去了3000两银子，他答应在复试中动手脚。好，太好了，到时候看他还怎么得意。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，让他尝尝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。若霜，你这几日好好养着，别出门。等复试结束，那个死丫头被抓起来，娘就求老爷放你出来。母亲，到时候我要亲自去看她被抓。好，到时候娘带你去，让她知道跟我们作对的下场。沈清鸾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姐姐怎么有空出来？父亲不是让你禁足吗？沈清鸾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是你，是你告诉窦家的，是你毁了我。你和窦主的事情，整个京城恐怕都有耳闻，何必赖到我头上？别装了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你就是嫉妒，嫉妒父亲宠我，嫉妒我过得比你好，嫉妒你未婚先孕，嫉妒你被窦家退亲，嫉妒你被父亲禁足。姐姐，你怕是想多了。你放开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碰我！沈若霜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嫡女？你现在不过是个被人抛弃的破鞋罢了，肚子里揣着野种，连父亲都厌弃你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？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忍了10几年，从今天开始不会再忍了。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沈清鸾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等着。不过姐姐，我劝你一句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保住肚子里的孩子。至于找我报仇，等你先把自己的烂摊子收拾干净再说吧。沈清鸾，我要你死，我一定要你死！小姐，小姐，您看这是什么？窦太后寿宴。小翠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很厉害的事。能去太后娘娘的寿宴，那可是天大的荣耀。窦太后寿宴，满朝文武都会到场，这是机会，也是挑战。若能在寿宴上一鸣惊人，我入朝为官的路就会顺畅得多。小姐一定能一鸣惊人。您这么聪明，这么漂亮，谁都比不上您。小翠，去把先生请来，我有事要请教他。是，小姐。先生来了，青鸾失礼了。三小姐，琴艺经济如此之快，少卿佩服。先生，青鸾有一事相求。三小姐，请说。3日后，青鸾要去参加窦太后寿宴，青鸾想在寿宴上弹奏一曲，博太后欢心，但青鸾的琴术还差些火候，先生可否指点青鸾？三小姐有此志向，少卿自然倾囊相教。不知三小姐想弹什么曲子？高山流水。高山流水，伯牙死期，知音难觅。三小姐选这首曲子，是想在寿宴上觅可知音。青鸾不觅知音，只想让所有人记住，沈家三小姐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无能庶女。三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你和其他女子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她们求的是安稳富贵，是嫁个好人家，而你求的是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先生看人倒是看得准。不是我看得准，是三小姐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，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。高山流水讲究的是意境，高山要弹得巍峨险峻，流水要弹得婉转悠扬，两者相合才能成其大美。三小姐来试试。
三小姐的天赋是我平生亲见。小姐，您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。小翠，你知道吗？我娘生前最喜欢听我弹琴，她说我弹琴的时候最像她。夫人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您呢。娘死得冤，死得惨，我必须强大起来，才能为她讨回公道。3天后的寿宴，就是我迈出的第一步。小姐一定能行的，夫人会保佑您的。娘，您在天上看着，女儿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三小姐进步神速，这首《高山流水》已经深得其神韵，明日寿宴必能惊艳四座。若不是先生倾囊相授，青鸾不可能进步这么快。是三小姐天赋过人，少卿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三小姐，明日寿宴你可准备好了？琴曲已经练熟，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。我不是问琴曲，我是问你准备好了面对那些看不起你、想害你的人。先生是说王氏和沈若霜，他们还想害我，怕是自顾不暇了。不止他们，太后身边还有更危险的人。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太后身边有个叫王崇的，是礼部侍郎，也是太后的远房表侄。他和王氏有旧，最近走得很近。我听说他们可能要在明日寿宴上对你不利。又是王崇，他收了王氏3000两银子，要在复试中陷害我，现在是想提前动手。你知道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早知道了。三小姐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先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拼命吗？为了你母亲。我娘死的时候我才10岁，她临死前一直抓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争气。她说这个家没有人会护着我，我只能靠自己。三小姐，所以我必须强大，强大到没有人能欺负我，强大到能为她讨回公道。明天就是第一步。青鸾，你受苦了。先生。青鸾，让我帮你，不管明天发生什么，我都在你身边。先生，谢谢你。叫我上司。小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明天就要去参加寿宴了，您不紧张吗？紧张？为什么要紧张？那可是太后娘娘的寿宴啊，满朝文武都会去，小姐就不怕出什么差错？差错？我不会让任何差错发生。明天就是改变命运的开始，那些欠我的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那就是沈家那个庶女，长得倒是不错。庶女而已，穿成这样来参加太后寿宴，也不嫌寒酸。听说她最近可出风头了，跟继母嫡姐闹得不可开交。沈青鸾有点意思。太后娘娘驾到！陛下驾到！参见太后娘娘，参见陛下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太后。今日是哀家的寿辰，各家小姐不妨展示一下才艺，让哀家开心开心。若有出彩者，哀家重重有赏。臣女沈青鸾愿为太后弹奏一曲。哦，你就是沈家那个庶女。听说你最近在府里闹得挺凶。回太后，臣女只是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敢称闹。有点意思，弹吧。
多少惊喜，是本王不知道。太好了！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？沈家三小姐真乃天人也。好情谊，沈家竟有如此出色的女儿，哀家竟然不知道。多谢太后夸赞，臣女献丑了。过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。好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臣女沈青鸾。沈青鸾，好名字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在哀家身边当差吧。多谢太后抬爱，臣女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太后厚望。青鸾，你还有事？回太后，臣女还有一事，斗胆请太后为臣女做主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这是臣女生母的嫁妆清单。臣女的生母早逝，留下嫁妆若干。继母王氏以借用为名，霸占至今已有3年。臣女斗胆，请太后为臣女主持公道。黄金300两，白银2000两，绸缎白匹，店铺6间，田产100亩。王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后娘娘明鉴，臣妇没有霸占之事，只是暂时借用，府里困难，周转不开。借用3年不还，你当哀家是3岁小孩？臣女这里有继母亲笔写下的借据，还有嫁妆文书。臣女不敢诬陷继母，只想讨回属于自己应得的东西。王氏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王氏，你身为继母，霸占原配嫁妆，欺压庶女，品行恶劣。哀家限你1月之内将嫁妆悉数归还沈青鸾，若有拖延，休怪哀家不客气。是，臣妇遵命，臣妇一定归还。多谢太后娘娘为臣女做主。起来吧，哀家最恨的就是这种欺压弱小的行径。你放心，有哀家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怎么，还有事？太后娘娘，臣女还有一事要禀报。臣女的嫡姐沈若霜与窦家公子窦子轩有染，如今已怀有子嗣。臣女不知此事该不该在此时说，只是想着太后娘娘正在为窦家公子选妻，此事或许与太后娘娘有关。什么？沈若霜、窦子轩，可有此事？好一对狗男女，竟敢在哀家眼皮底下做出这等龌龊事！来人，把这2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压下去！沈若霜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得踏出沈府半步；窦子轩，禁足府中，没有哀家的命令，不准外出。沈青鸾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沈青鸾，你可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。王爷过奖了，臣女只是讨回公道而已。本王记住你，沈青鸾。臣女沈青鸾参见太后娘娘，愿太后福泽绵长，万寿无疆。抬起头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，倒是个美人胚子，难怪能在哀家寿宴上出尽风头。太后谬赞，臣女不过是尽本分，为太后献上一曲，以表孝心。好一张巧嘴！沈青鸾，哀家让你来是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小小年纪心机如此深沉，是谁教你的？回太后，回太后，臣女无人教导，只是从小被人欺负的多了，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。就如同这宫里的花，若是不长得坚韧些，早被风雨打落了。你这是在暗指哀家这后宫之中也有风雨？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觉得，无论是宫墙之内，还是深宅大院，女子活着都不容易。若不能自己立得住，便只能任人摆布。沈青鸾，你倒是让哀家想起了一个人，哀家年轻时候的自己。哀家当年也是庶女出身，在深宅大院里受尽白眼。那时候哀家就明白，这世上没有人能给你撑腰，只有自己争气。太后能有今日，必定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。所以这样的女子，要么大放异彩，要么死无葬身之地。你选哪条路？臣女选第一条。若是注定要被人踩在脚下，臣女宁愿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好，哀家就喜欢你这样的性子。来人，赐座。青鸾，哀家决定将你纳入宫中担任女官，你可愿意？臣女愿意，多谢太后赏识，臣女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太后厚望。起来吧，哀家就喜欢你这样聪明又有野心的孩子，好好干，哀家不会亏待你的。但你要记住，哀家能捧你上天，也能让你坠入地狱。聪明人
就该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臣女不敢忘。去吧，3日后再来。是，臣女告退。沈三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参见王爷。听说太后要纳你入宫为女官。是。沈清鸾，你知不知道入宫为官意味着什么？臣女知道，入宫为官意味着臣女要面对更多的明枪暗箭，更多的阴谋算计。那你还敢去？臣女不怕，臣女只怕庸庸碌碌过完一生，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。沈清鸾，你果然和别的女人不一样。王爷这话，臣女听很多人说过了。沈清鸾，本王会盯着你的，你可别让本王失望。王爷放心，臣女不会让任何人失望，包括自己。好，本王等着看你能走到哪一步。萧何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三小姐这番见解，倒是让少卿大开眼界。先生过誉了，青鸾不过是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，都化作笔下的文字罢了。三小姐这篇文章，立论新颖，论据充分，文采飞扬。尤其是这一段，女子亦是人，岂能因性别而自轻？男儿可治国平天下，女子亦可持家立业。若说治国需才智，持家亦需才智，二者并无高下之分。这番话若是让那些守旧之人听到，怕是要气得跳脚。那正好，青鸾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女子不是只能躲在深闺绣花的玩物。三小姐，女官选拔不止考文章，还要考策论、律法、算术。少卿虽不才，愿倾囊相授。先生大恩，青鸾没齿难忘。他日若有所成，定当厚报。三小姐不必多礼，少卿只是不忍明珠蒙尘。先生为何对青鸾这般好？因为三小姐值得。这世间有太多女子被世俗束缚，碌碌一生。三小姐有胆识，有才华，有野心。少卿能做的，就是帮你一把。小姐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该歇息了，明天再看也不迟啊。小翠，选拔就在半个月后，我若考不上，就只能一辈子被困在这神府里。小姐，您一定能考上的，您比那些小姐们聪明多了，勤奋多了，老天爷一定会开眼的。傻丫头，老天爷从来不会开眼，想要什么得自己去争。我娘死得冤，死得惨，我必须强大起来，才能为她讨回公道。小翠懂，小翠会一直陪着小姐的。不管小姐去哪里，小翠都跟着。娘，您在天上看着，女儿一定会考上女官，入朝为官。那些害您的人，女儿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小姐，您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，等我出来。女官选拔初试现在开始，请各位小姐答卷，作弊者逐出考场，永不录用。小姐，小姐，考得怎么样？难不难？有没有人欺负您？放心，发挥的不错。现在就看考官们的眼光了。这是谁的文章？怎么了？写的不好？不是不好，是太好了，文采飞扬。这真的是女子写的？这等见识，这等文采，便是男儿也难及。沈清鸾，沈家三小姐，老夫记得她是庶出。正是，听说她生母早亡，在沈家备受欺凌，没想到此女若入朝官，必成大器。传令下去，沈清鸾出仕第一。沈清鸾是谁？就是沈家那个庶女，听说她娘是妾室，早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庶女也能考第一？那个小贱人竟然考了第1名，她凭什么？一个庶女也敢爬到我们头上？母亲，绝不能让她通过复试，否则她入了宫，成了女官，我们就再也动不了她了。
你放心，娘早有准备。复试的考官之一礼部侍郎王崇是娘的表兄，娘已经让人送去了3000两银子。母亲打算怎么做？王崇会在考场上诬陷他作弊，一旦坐实弊之名，他不仅会被逐出考场，还会被剥夺参加科举的资格，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好，太好了，到时候看他还怎么得意。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，让他尝尝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。小姐不好了，奴婢刚才去厨房给您端夜宵，听到2个婆子在嚼舌根，他们说什么？慢慢说，别急。他们说季夫人买通了复试的考官礼部侍郎王崇，王崇要在考场上陷害您，说您作弊，一旦坐实，您就完了。哦，他们想陷害我。小姐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这可是大事啊！要不咱们别考了，保命要紧。小翠，你说一个人想害你，你是躲着好，还是让他害不成，反而自食其果好？小姐的意思是，王崇是吧？3000两银子是吧？很好，我倒要看看这3000两银子够不够买他的命。小姐，您怎么知道这些？你以为我这几天只是在读书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既然要斗，就要斗到底。王崇，礼部侍郎，5年前贪污赈灾银两，3年前强占民女，1年前勾结盐商，这些罪证足够他死100次了。小姐，您是怎么查到的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让小翠你攒的那些月钱，你以为我只是存着，早就散出去了。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也没有买不到的消息。他们想陷害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我要让王崇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自己把自己送进大牢。小姐，您太厉害了，小翠这辈子跟定您了。王氏、沈若霜，你们欠我娘的，欠我的，我很快就会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。复试现在开始，本次考试由本官亲自主考，规矩和初试一样。作弊者逐出考场，永不录用。沈清鸾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3000两银子足够买你一辈子的前程。王崇，你以为你是猎人，可惜你才是猎物。你作弊！沈清鸾，你作弊！考官说我作弊，不知有何证据？看，这是什么？不是你作弊用的小旗，还能是什么？本官亲眼看到你偷偷拿出来。庶女就是庶女，没那个本事还来考什么试？丢人现眼！王大人，您确定这是从我桌上拿的？当然，本官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王大人，您可知道，这张纸上的字迹和您的笔迹一模一样？胡说！这明明是从你桌上拿的，怎么会是本官的笔迹？王大人，这是您5年前贪污赈灾银两的账目，这是您3年前强占民女的状纸，这是您1年前勾结盐商的密信。您说这些东西够不够让你死100次？你血口喷人，这是诬陷，这是诬陷！王崇，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？下官，下官！王大人，您以为收了我继母的3000两银子就能陷害我？可惜您不知道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王崇身为考官，却收受贿赂，陷害考生，将他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沈清鸾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等着，有人会替我报仇的。想报仇，那就来吧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2个我杀1双。沈三小姐临危不乱，智斗坚定，老夫佩服。今日之事，老夫定会如实上奏，为三小姐证明。多谢大人主持公道，青鸾只求一个清白，别无他求。沈青鸾，复试第一，待本官上奏朝廷，择日授官。娘，您看到了吗？女儿考上了，这只是开始，那些欠我们的，女儿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小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就这些。您在沈府住了18年，攒下的东西就这么一点。小翠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虽少，但都是我自己挣来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会挣得更多。小姐一定能成为大人物。走吧，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对了，小姐，裴先生昨日已离京回乡，临行前让奴婢转告小姐，
愿小姐前程似锦。父亲，青鸾入了宫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宫中不比家里，处处都要小心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会小心的。哟，三丫头这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可别忘了你身上沈家的血，在外头可别给沈家丢人。继母放心，我不会像某些人，只会给沈家丢人。倒是继母1个月内把我娘的嫁妆还给我。沈三小姐，好巧，本王正好也要入宫，不如同城。王爷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，本王就是规矩。上车。沈青鸾，3日前在公道上，本王说过会盯着你，你可还记得？臣女记得。那你这3日可有做什么让本王失望的事？回王爷，臣女这3日一直在读书备考，臣女想王爷应该不会失望。沈青鸾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的女子最容易让人欲罢不能。王爷，这是在调戏臣女吗？沈青鸾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本王说话的女人。那臣女还真是荣幸。本王等着看你在这深宫里能走多远。多谢王爷相送，臣女告退。沈青鸾，记住，在这宫里，你可以信任何人，但最该信的是你自己。王爷，为什么对我说这些？因为本王不想看到你这么有趣的人死在那些阴沟里的老鼠手上。臣女沈青鸾参见皇后娘娘，愿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起来吧，本宫听说你在太后寿宴上弹了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惊艳四座，还当众揭穿了嫡姐的丑事。回娘娘，臣女只是弹琴助兴，至于嫡姐的事，臣女也是实话实说。哼，好一个实话实说！本宫喜欢你这样的性子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在坤宁宫当差吧。谢娘娘抬爱。沈青鸾，你觉得本宫这皇后当得如何？娘娘母仪天下，贤良淑德，自然是极好的。极好，你倒是会说话。可本宫自己知道，这皇后当得如履薄冰。娘娘，本宫也不跟你绕弯子。太后那边一直对本宫虎视眈眈，她想要扶植自己的人上位，取本宫而代之。本宫出身不高，能有今日，全靠陛下的宠爱。可陛下年幼，朝政大权都在太后和摄政王手里。本宫，娘娘对臣女说这些，是……沈青鸾，本宫想拉拢你，你可愿意？娘娘，臣女只是一个新入宫的小小女官，恐怕帮不了娘娘。本宫选中你，是因为你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只能依靠本宫，也因为你有野心。有野心的人才会拼命往上爬。娘娘明鉴，臣女愿意为娘娘效犬马之劳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宫的人。小姐，皇后娘娘找您说什么了？小翠好担心。皇后想拉拢我。拉拢？皇后娘娘为什么要拉拢您？因为她在宫中没有靠山，需要人手，而我恰好是个可用之人。小姐，这宫里的事好复杂，您要小心啊。放心，你家小姐没那么容易被人算计。皇后想用我，我也正好借她的事，各取所需而已。小姐，那摄政王呢？他好像对您也挺特别的。摄政王是摄政王，皇后是皇后，在这宫里谁都不能全信。哦，那小翠该信谁？你只需要信我。萧恒，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王宠，哀家让你盯着沈青鸾，你盯得怎么样了？回太后，那个小贱人不，沈青鸾，她入宫后在坤宁宫当差，很得皇后清楚。皇后那个没用的东西，也配跟哀家抢人？太后，那沈青鸾要不要臣想办法？好，记住，做得干净点，别留下把柄。王氏那3000两银子，就当是给你的辛苦费。多谢太后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王宠，
哀家能让你坐上礼部侍郎的位置，也能让你下来，明白吗？臣明白。众爱卿，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近日京城米价飞涨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臣请陛下下令彻查此事。陛下，沈大人所言极是，臣也听闻近日米价异常，恐有奸商囤积居席，扰乱市场。好，就依皇叔和沈爱卿所言，彻查米价一事，哪位爱卿愿陛下，领命？臣愿领命。臣定当彻查此事，严惩不法奸商。王重，你想抢功，那就让你抢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查出什么来。沈青鸾，跟本王来。王重有问题，他主动揽下米家案，必有图谋。王爷也看出来了。你也看出来了？王重是太后的人，太后一直想对付臣女，他揽下米家案，无非是想立功，讨好太后。你知不知道，在宫里太聪明，很容易死。那王爷觉得臣女该怎么活？靠本王。小姐，吃点东西吧，您都忙了一整天了。好，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吃。小姐，您可别饿着自己，这碗银耳羹是奴婢刚从厨房端来的，还热着呢。小姐，这有毒！果然来了。小姐，怎么办？有人要毒死您！咱们快告诉皇后娘娘吧！别慌，告诉皇后。你知道是谁下的毒吗？万一是皇后的人呢？你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去请太医，记住，要闹得越大越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中毒了。小姐，您没中毒啊？我就是要让人以为我中毒了，这样下毒的人才会以为得手，才会露出马脚。小翠明白了，小翠这就去。想毒死我，那就让我看看是谁这么急着找死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您中毒了。此毒名为7日断肠，7日之内若无解药，必死无疑。天啊，谁这么大胆，敢毒害沈大人？沈大人刚入宫就得罪了那么多人，有人要害他也正常。青鸾，你怎么样了？谁下的毒？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本王听说你中毒了，立刻赶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在担心我。可有解药？回王爷，沈大人中的是7日断肠，此毒极其罕见，解药微臣没有。没有？那本王要你何用？王爷饶命，微臣可以暂时压制毒性，但解药恐怕只有下毒之人有。安卫何在？属下在。查，给本王查清楚是谁下的毒。天亮之前，本王要结果。是。王爷放心，臣女根本没中毒，那碗羹臣女一口没喝。好你个小糊涂，连本王都骗过去了。既然没中毒，为什么？臣女想看看是谁这么急着要臣女的命。沈青鸾，你知道你这让我很担心。王爷担心臣女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本王宁愿自己去冒险，也不想看到你受伤。窦子轩，你做的好事。夫人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你和那个沈若霜的信我都截到了，你还敢说不知道？窦子轩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父亲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只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你让沈若霜怀了孕，还在太后寿宴上当众丢人，我们窦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？夫人，你说这事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太后娘娘已经发话了，禁足府中，不得外出。老爷，您说还能怎么办？从今日起，窦子轩禁足府中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踏出房门一步。父亲，不要，儿子不要离开京城。等风头过了，再把他送到江南去，永远不准回京。老爷，子轩他还小不懂事，您就饶他一次吧。饶他？太后娘娘那边怎么交代？你替他去死！来人，
把这2个逆子给我带下去。沈清鸾，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若霜，你怎么了？别吓娘！娘，那个王虫，他收了咱们的钱，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我等不及了，我要沈清鸾死！快了，若霜，你别这样，娘已经安排好了，沈清鸾那个小贱人跑不掉的。娘，我要亲眼看着他死，我要让他尝尝我受的苦。好，能让你亲眼看着，娘带你去考场外面等着。娘，你想怎么做？娘已经买通了坤宁宫的一个宫女，她都会在沈清鸾的饭菜里下毒，毒死他。对，毒死他，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小姐，小翠打探到了，王氏买通了坤宁宫的一个宫女，在您的饭菜中下毒。又是下毒，他们就不能想点新鲜的？小姐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这次是真的要毒死您啊！小翠，你知道那个被买通的宫女是谁吗？小翠还没查出来，只知道是坤宁宫的人收了王氏的银子。继续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急着找死。是，小翠一定查出来。小翠，你说一个人想害你，你是躲着好，还是让他害不成，反而自食其果好？小姐的意思是将计就计，让他们以为能得手，然后一网打尽。王氏、沈若霜，你们想毒死我，很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王氏，你做的好事！妾身冤枉，妾身什么都没做。冤枉？这是你买通王虫的银票存节，这是你买通坤宁宫宫女的证词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什么解毒？父亲，您听我解释，都是娘的主意，跟我无关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我不知道。若霜，你说什么？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我，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。够了！你们母女俩一个比一个让人恶心。父亲，按照大燕律法，买凶杀人该当何罪？按律当斩。不，老爷，妾身伺候您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您不能杀我。继母、嫡姐，你们想杀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也是父亲的女儿？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条命？父亲，女儿有个提议。你说。王氏买凶杀人，罪不可恕，但念在他伺候父亲多年的份上，饶他一命。从今日起，将他关入冷房，永世不得外出。但毕竟腹中怀有孩子，就让他禁足府中，等生下孩子后，再发落到尼姑庵去，终生不得回京。我不要去尼姑庵，父亲救我！就按青鸾说的办。来人，把王氏押入冷房，把沈若霜关回房中，严加看管。小姐，您太厉害了，王氏和沈说这下可算是完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我娘的仇还没有完全报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当年我娘的死，不只是被他们气死的那么简单，我怀疑他们还做了别的事。小姐，您是说夫人是被人害死的？我会查清楚的，不管是谁，欠我娘的都要还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近日臣走访京城各处，发现吏治败坏，贪腐横行，臣请陛下下令整治吏治，严惩贪官。吏治败坏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必须严加整治。沈大人不过女子，刚入宫几日就敢妄议，怕是不知天高地厚吧？大人此言差矣，臣虽是一介女流，却也读过几年书，知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的道理。大人若是觉得臣说的不对，大可拿出证据反驳，何必拿性别说事？陛下，臣以为沈大人所言极是，整治吏治刻不容缓，臣愿与沈大人一同督办此事。好，就依皇叔和沈爱卿所言，从即日起整治吏治，严惩贪官。皇叔、沈爱卿，你们二人共同督办。沈青鸾，你知道你得罪了多少？臣你知道，但那又如何？
总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不做该做的事。沈清鸾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的女子最容易让人移不开眼。王爷，沈清鸾，本王警告你，在宫里不要太锋芒毕露，有些人你得罪不起。王爷这是在担心臣女。本王只是不想看到你这么有趣的人死在那些阴沟里的老鼠手上。记住本王的话，小心点。青鸾，你知道吗？本王从未见过这样的月色。王爷没见过月色？本王是说，从未见过和你一起看的月色。王爷，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？本王有话要对你说。王爷请说。本王喜欢你，从第一次在神府门口见到你，本王就被你吸引了。他说什么？喜欢我？青鸾，本王知道你是庶女出身，身份低微，但本王不在乎。本王只知道，本王想保护你，想和你共度余生。王爷，臣女只是一个庶女，配不上王爷。配不配得上，本王说了算。青鸾，告诉本王，你心里有没有本王？有。真的？真的，臣女心里有王爷。青鸾，本王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青鸾，从今往后，本王会保护你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王爷，臣女不怕伤害，臣女只怕连累王爷。你不是连累，你是本王的命。王爷，臣女也是，臣女的命早就和王爷连在一起了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皇叔，请说。陛下，臣请旨赐婚，臣欲娶女官沈清鸾为妻。皇叔，你要娶沈爱卿？正是。臣与沈清鸾情投意合，请陛下成全。陛下，臣女愿嫁与王爷为妻，请陛下成全。陛下，此事不妥。沈清鸾只是一介女官，出身庶女，怎配得上摄政王？是啊，陛下，摄政王乃皇室宗亲，岂能娶一个庶女为正妃？本王娶谁，轮得到你们插嘴？皇叔，您是认真的吗？陛下，臣从未如此认真过。沈爱卿，你呢？陛下，臣女愿与王爷共度余生。好，朕赐婚，皇叔和沈爱卿天生一对，朕祝福你们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恭喜摄政王，恭喜沈大人，陛下圣明。青鸾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青鸾，你要嫁给摄政王了？是，父亲。岳父大人，本王今日前来下聘，从今往后，青鸾就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会保护她，不让任何人伤害她。王爷，青鸾从小吃了很多苦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不起她，希望您能好好待她。岳父放心，本王会用生命保护她。青鸾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本王的王妃了，本王会给你一个家，一个真正的家。夫君，谢谢你。青鸾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王的王妃了。皇叔、皇婶，朕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青鸾，你真美。王爷，不，夫君。青鸾，本王等这一天
夫君，我……青鸾，你是本王的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都是本王的。夫君，我也是。青鸾，别怕，本王会温柔待你。夫君，我不怕，只要是和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青鸾，本王有一事要与你说。什么事？明日本王会带你入朝，正式参政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大燕第一位参政的王妃。参政，这合乎规矩吗？规矩，本王就是规矩，谁敢说三道四？夫君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不是本王给你机会，青鸾，本王相信你会成为大燕最耀眼的女子。摄政王妃也来上朝，这成何体统？嘘，小声点儿。摄政王宠他宠得紧，别自找没趣。众爱卿，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臣近日查阅户部账目，发现多地赋税征收混乱，贪官污吏中饱私囊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臣请陛下下令整顿赋税，严惩贪官。王妃此言差矣。户部账目向来清明，何来贪腐之说？王妃初入朝堂，不懂朝政，还是不要妄加议论为好。尚书大人，您说户部账目清明，那臣请问，江南道去年赋税比前年多了30%，可上缴国库的银子却少了50%，这多出来的银子去哪儿了？陛下，臣以为王妃所言极是，整顿赋税，刻不容缓。臣愿与王妃共同督办此事。就依皇叔和皇婶所言，整顿赋税，严惩贪官。户部尚书，你配合皇叔皇婶彻查此事，若有隐瞒，朕绝不轻饶。臣遵旨。青鸾，歇会儿吧，你都看了一整天了。夫君，账目太乱了，这些贪污的简直无法无天。本王早就知道户部有问题，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彻查。如今有你帮忙，正好一网打尽。青鸾，你今日在朝堂上的表现，让本王刮目相看。夫君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青鸾，你知道吗？本王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子，聪慧、果敢、有胆识，能娶到你，是本王三生有幸。夫君，能遇到你也是我的幸运。夫君，我总觉得户部的事没那么简单，背后恐怕另有其人。你是说，户部的事没那么简单，背后恐怕另有其人。你是说，太后？太后一直想对付我们，这次整顿的事情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，太后不会坐视不理。让她来，本王倒要看看她能翻出什么浪来。夫君，我们要小心。太后在朝中经营多年，党羽众多，不能轻敌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一个小小的庶女就把你们吓得屁滚尿流。太后息怒，那沈清鸾不，摄政王妃她太狡猾了，臣实在。哀家养你何用？户部的事眼看就要被他们查出来了，你让哀家怎么办？太后娘娘，臣有一计。说。摄政王和沈清鸾不是要查户部吗？那咱们就让他们查，不过可以在账目上做点手脚，把脏水泼到他们自己身上。继续说。臣可以让户部的人伪造账目，诬陷摄政王贪墨，只要坐实了罪名，就算他是摄政王，也难逃一死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王崇，你负责联络户部的人；陆庭轩，你负责伪造账目。臣遵命。哀家要让萧恒和沈清鸾死无葬身之地。怎么了？睡不着？夫君，我总觉得太后不会善罢甘休，她一定会有所行动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。你已经有对策了。青鸾，你太小看本王了。
本王在朝中这么多年，岂能没有准备？太后的一举一动都在本王的掌握之中。你安插了暗探？不止太后，朝中每一个重臣身边都有本王的人。夫君，你真厉害。现在知道本王厉害了。还有更厉害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别闹，说正事呢。青鸾，太后如果要动手，无非两种方式：一是诬陷，二是暗杀。诬陷方面，本王已经让人盯着户部，一旦他们动手脚，立刻就能发现。暗杀方面，王府的防卫固如金汤，刺客进不来。还不够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青鸾，你真是本王的福星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参见太后娘娘。今日来是想问一问摄政王和摄政王妃，你们可知罪？太后此言差矣，臣何罪之有？你们彻查户部，却暗中做手脚，贪没国库银两。来人，把证据呈上来。这是摄政王和摄政王妃勾结户部官员，伪造账目、贪没银两的证据。太后娘娘，您说这些账册是证据，那臣请问，这些账册是从哪里来的？自然是户部查抄而来。户部账目向来由户部尚书掌管。王崇大人，您是礼部侍郎，如何能从户部拿到账册？放肆！哀家面前容你狡辩。您要治臣的罪，总得有真凭实据。这些账册分明是伪造的，臣这里也有几本账册，不妨让陛下比对一下。这些账册数字对不上。王崇，你勾结太后，伪造账目，诬陷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？臣冤枉，是太后让臣这么做的。大胆！你竟敢诬陷哀家！王崇已经招了，您还有什么话说？萧恒，你敢对哀家不敬！皇祖母，您先别动怒。既然王崇说是您指使的，那您就解释一下吧。陛下，王崇这是在诬陷哀家，哀家对朝廷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太后娘娘，您说王崇诬陷您，那臣请问，他与您无冤无仇，为何要置您于死地？除非他就是受您指使，一旦事败，您想让他当替罪羊。沈清鸾，你好得很！王崇伪造账目，诬陷皇叔皇婶，罪不可恕。来人，将王崇押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至于皇祖母，皇祖母年事已高，不宜再操劳朝政。从今日起，皇祖母在慈宁宫静养，无事不便上朝。你要软禁哀家！陆庭轩，今日的事你看到了？萧恒和沈清环已经骑到哀家头上了。太后娘娘息怒，臣一定为您报仇。报仇？就凭你？王崇那个废物已经折进去了，你比他聪明多少？太后娘娘，臣有一计，可以彻底扳倒萧恒和沈清鸾。臣可以联络北狄，只要北狄大军压境，朝廷必然派萧恒出征。到时候，咱们在京城动手，控制右地，然后北狄，他们会听你的。太后娘娘放心，臣早有准备。这些年，臣一直与北狄暗中往来，只要太后娘娘首肯，臣立刻去办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臣明白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不过要小心行事，若是再失败，你知道后果。萧恒、沈清鸾，你们让哀家不好过，哀家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王爷、王妃，
属下发现陆庭轩近日与北狄使者暗中往来。陆庭轩，他是太后的人，看来太后要动真格的了。勾结北狄，这是谋反的大罪，他们有这个胆子？太后被软禁，狗急跳墙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夫君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次恐怕要有一场硬仗了。北狄若是来犯，本王必须去。到时候，太后和陆庭元必然动手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不能去，京城需要有人坐镇，你是摄政王妃，只有你能稳住朝堂。可是我不放心你。放心，本王答应你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陆相爷，你们中原的茶太淡了，不如我们北狄的马奶酒够劲儿。使者大人见笑了，不知可汗那边可有回复？可汗说了，只要你们打开城门，里应外合，事成之后，你们中原的江山，可汗只要3成，其余归你们。使者大人，可汗的条件我可以答应，但是我需要可汗的保证，事成之后必须拥立我为。陆相爷，你胃口不小啊！彼此。使者大人放心，事成之后，北狄要的3成，另外再加上每年岁贡。好，一言为定。3日后，可汗会派兵佯攻边境，你们这边做好准备。萧衡、沈清鸾，你们想不到吧？我陆庭轩也有翻身的一天，到时候我要让你们跪在我脚下求饶。王爷、王妃，陆庭轩今晚密会北狄使者，这是密探记下的谈话内容。他要勾结北狄谋反。好一个陆庭轩，果然是太后的人，胆子不小。青鸾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动手之前收集所有证据，一网打尽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密探的口供，没有物证。陆庭轩和北狄的密信一定藏在他府中。那就搜。不行，没有确凿证据，我们不能去。万一打草惊蛇，反而不好。青鸾，那你有什么主意？可以让陆庭轩自己把证据交出来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青鸾，你真聪明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沈清鸾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害得我好苦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害得我好苦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吃吧吃吧，饿死了还得给你收尸。姐姐，求你帮我带个信儿给我女儿若霜。嘿，你还想见你女儿？你女儿被禁足了，出不来，老实待着吧。姐姐，这是纯银的，值不少钱，求你帮我带个话给若霜，就说太后那边还有机会，让她想办法联系太后的人。行吧，不过我只负责带话，别的事我可不管。好，多谢姐姐。沈清鸾，你以为关住我就完了？太后娘娘还在，她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小姐，冷房的婆子突然带话来说，夫人让你想办法联系太后的人。太后，对太后，太后一定不会放过沈清鸾那个贱人。我这就写信，你一定要亲手交给太后，快，记住，一定要亲手交给太后，快去，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太后宫里。记住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能让人发现。奴婢明白。沈清鸾，你害我失去一切，我就让你失去所有。等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要亲手杀了你。怎么了？又睡不着？夫君，我总觉得太后和陆庭轩不会善罢甘休，还有王氏和沈若霜，他们虽然被关着，但说不定还会搞事。别怕，有本王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夫君，我不是怕，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伤害我们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把他们都解决掉。
不对劲，太严谨了。等你们很久了，拿下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休想！换，说不说？不说的话，下一刀就砍在你脖子上。青鸾，你猜的没错，果然有刺客。太后狗急跳墙，当然会派人来。不过他们太小看我们了。有你在身边，本王什么都不怕。我说，是陆庭轩，陆相爷派我们来的。陆庭轩，果然是他。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审出来了，回王爷，是陆庭轩派来的刺客。陆庭轩，他这是自寻死路。夫君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我们可以动手了。明日一早就让他尝尝什么叫自食其果。陛下有本奏，臣顶下。昨夜有刺客潜入摄政王府，意图刺杀臣与王妃。刺客已被擒获，经审问，乃是左相陆庭轩指使。陛下，臣冤枉！臣与摄政王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刺杀他？这一定是诬陷。陆相爷，你说冤枉？那刺客已经招了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想抵赖？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陆相爷，他给了我们1000两银子，让我们杀摄政王和王妃。陆庭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刺杀皇叔皇婶！陛下饶命，臣是受人指使的，是太后让臣这么做的。你先是勾结北狄，现在又刺杀本王，还诬陷太后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脱罪？勾结北狄，我没有。陛下，这是臣在陆庭轩府中搜出的密信，他与北狄可汗的往来信件，证据确凿。陆庭轩，你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将陆庭轩押入大牢，择日处斩。凡与此案有关者，一律彻查，绝不姑息。青鸾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提前布局，我们不可能这么顺利。夫君，我们是一体的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有你在身边，真好。老爷，您怎么了？太后那边对我们越来越不满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个主意，太后也不过是个老钱婆，若是能取而代之。使者大人，太后那边已经靠不住了，不如我们合作。哦，王大人有何高见？我帮你们打开城门，你们拥我为帝。王大人好大的野心，不过我们可以考虑。大燕的皇帝陛下，我们北狄可汗说了，只要你们割让3城，我们就退兵。放肆！北狄罪而小国，也敢妄言割地！使者大人，你们北狄年年犯边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如今又来威胁我大燕，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这位是？这是本王的王妃沈清鸾。回去告诉你们可汗，大燕虽大，却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想要打仗，我们奉陪到底。王爷、王妃，属下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。说，属下发现王宠与北狄使团暗中勾结，企图里应外合，谋反篡位。王宠，本王就知道他不老实。夫君，这证据确凿吗？千真万确。属下亲眼看到王宠与北狄使者在酒楼密会，还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夫君，王宠是太后的心腹，若是动了王宠，太后必然狗急跳墙。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本王要在朝堂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露王宠的罪行，让太后也无话可说。萧炎、沈清鸾，你们想置我于死地，我就让你们先死！老张那边
安排好了吗？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沈清鸾一死，萧衍方寸大乱，就没空管我们。这是断肠散，无色无味，服下后7日内必死，查不出任何痕迹。我已经买通了摄政王府的厨子老张，给了他500两银子。3日后，他会把这毒下在沈清鸾的饭菜上。老张，等你好久了，你以为你那点把戏能瞒得过王妃？带走，交给王妃处置。老张，你在王府多年，本宫待你不薄，每月的月钱从没少过你，逢年过节还有赏赐。你的儿子生病是本宫让太医去看的，你为何要背叛本宫？王妃饶命！王妃饶命！是小的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，收了人家的银子。那人说只要把药倒进去，就给小的500两银子，让小的远走高飞，后半辈子吃喝不愁。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求王妃看在小的一家老小的份上，饶小的一条狗命吧！500两银子就买你的命？你知不知道谋害朝廷命官，按律当诛9族？你那点银子够给你全家买棺材吗？本王待你不薄，你却为了500两银子要毒死本王的王妃。说是谁指使你的？你若老实交代，本宫可以饶你和你家人一命。是。你若不说，本宫现在就把你交给大理寺。大理寺的刑罚你应该听说过，夹棍、老虎凳、烙铁。你想先试哪个？到时候你想说都没机会。是王宠，礼部侍郎王宠，他给了小人毒药，让小人毒死王妃。小人的一家老小都在他手上，小人不敢不听啊！求王妃饶命，求王妃饶了小的家人。这一切都是王宠指使的，小人只是奉命行事。王宠果然是他。这条屎终于露出去。青鸾，幸亏你警觉，发现了饭菜里的异常，否则本王不敢想象。夫君放心，我早有防备。每次用膳前，我都会用银针试毒，已经连续3次了，这是第4次。前几次银针都发黑，我让人悄悄换掉了饭菜，暗中调查快下毒之人。都是本王大意，竟然让人混进了厨房，差点害了你。从今往后，本王亲自盯着你的饮食安全，所有的食材都要经过3道检验才能送进你的院子。夫君不必自责，王宠既是太后的人，自然有的是手段。这次不成，还会有下次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将太后这股势力一网打尽。夫君，我总觉得王宠背后还有人。你是说太后？王宠不过是太后的棋子，真正想对付我们的是太后。太后，本王早晚会让她付出代价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臣要参礼部侍郎王崇勾结北狄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请陛下明察。你血口喷人！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怎会做这种事？这是诬陷，是诬陷！王宠，你以为你做得很干净？那个厨子已经招了，供层在此，毒药已来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臣冤枉！这一定是他们串通好了陷害臣。臣与沈清鸾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他？这一定是摄政王激动臣的才华，故意陷害臣。臣冤枉啊！那本宫问你，你是不是太后旧部？这些年，你是不是一直在暗中联络太后余党，图谋不轨？你与北狄使者的密会，以为没人知道吗？王宠，你勾结太后余党，意图谋害女相，罪证确凿，押入大牢，择日审判。若再查出其他罪名，一并论处。小衍、沈清鸾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太后会为我报仇的，你们等着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。王宠谋害朝廷命官，罪不可赦。凡太后余党，一律彻查，绝不姑息。钦此。陛下英明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青鸾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你以身犯险，本王的心都揪着，生怕你出事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比本王的命还重要？本王宁愿自己去死，也不想看到你受伤。我知道，可有些事必须我去做。我是你的王妃，也是大燕的女相，我有我的责任。
为了你，为了大燕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以后不许再这样，本王宁愿自己去冒险，也不想看到你受伤。你伤一根头发，本王都要心疼半天。那王爷要怎么补偿我？你想让本王怎么补偿？这样就够了。陛下，北狄可汗集结10万大军，再次犯边。边关告急，请求朝廷速派援军。若援军不到，边关恐将失守。北狄可汗说若不交出摄政王妃，他们就踏平京城。北狄贼子，竟敢威胁本王的王妃！本王要亲自率军出征，将他们斩尽杀绝。陛下，臣愿随军出征，为王爷出谋划策。臣与王爷夫妻同心，必能退敌。王妃身娇肉贵，怎能亲临战场？本宫虽是一介女流，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国家有难，百姓受苦，本宫岂能坐视不理？皇叔、皇婶，你们死去凶险，朕舍不得你们。陛下放心，臣定当凯旋而归。北狄虽强，但臣有王妃相助，必胜无疑。臣与王爷同心，其利断金。陛下只需在京城静候佳音。好，朕封摄政王萧衍为平北大元帅，女相沈青鸾为军师，即日率军出征。朕在京城等你们凯旋。皇叔、皇婶，朕等你们凯旋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朕会乖乖等你们的。陛下放心，臣定不负所托。陛下在京城也要保重，好好学习朝政，不要偷懒。陛下保重，臣等定当凯旋而归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这次回来我们就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带我去江南了，看烟雨蒙蒙，听评弹悠悠。会的，等平了北狄，本王就带你去江南，看烟雨，赏梅花，过你想过的日子。本王承诺你，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北狄骑兵擅长野战，来去如风，正面交锋我们讨不了好，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粮草。北狄大军深入中原，粮道漫长，从北境到京城至少需要10日路程。只要我们能断其粮草，不出10日，北狄大军必然军心大乱，不战自废。夫人所言极是，那依你之见，我们该如何行事？我们要做2手准备，一是死守京城，消耗北狄兵力；二是派精锐绕道帝后，烧毁北狄粮草。雁门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若能在那里设伏，定能一击即中。放箭，第一排沈青鸾，拿命来！本汗要亲手杀了你！本汗要让你成为本汗的可盾！想动本王的无非，先问过本王这把剑。王爷万岁！王妃万岁！大燕万岁！王爷万岁！王妃万岁！大燕万岁！青鸾，我们赢了。是啊，赢了，我们终于赢了。等回去，本王就带你去江南。好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好久。王爷，北狄使者送来战书，说给我们3日时间考虑。3日之后，若不交出王妃，他们便要强攻成唐，鸡犬不留。3日，本王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攻破京城。夫君莫急，让我先看看这战书，再做定夺。大燕摄政王亲启，本汗久闻沈氏青鸾才貌双全，智冠群芳，今特来求取为可敦。3日之内送你入营，本汗退兵30里，否则
本韩10万大军踏平京城，鸡犬不留。荒谬！青鸾是本王的王妃，谁敢动她一根汗毛，本王便让她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。这可汗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他要的不只是我。青鸾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根据暗卫的情报，北狄可汗雄才大略，岂会为了一个女子兴师动众？他真正的目的是趁我大燕朝局动荡之际，吞并中原，图谋江山。这次围城不过是他的试探罢了。青鸾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根据暗卫的情报，北狄可汗雄才大略，岂会为了一个女子兴师动众？他真正的目的是趁我大燕朝局动荡之际，吞并中原，图谋江山。这次围城不过是他的试探罢了。他料定我们不会交人，所以故意开出这个条件，为的是师出有名。一旦我们拒绝，他便可以替天行道之名，名正言顺地攻打大燕。到时候天下人只会说我们红颜祸水，而他是正义之师。我的王妃果然聪慧过人，料事如神。那依你之见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他要战，那便战，3日时间足够我们布下天罗地网，让他有来有去。北狄骑兵天下无双，正面交锋我们讨不了好，但他们有一个致命弱点——粮草。北狄深入中原，粮道漫长，从北建言到京城至少需要10日路程。只要我们能断其粮草，不出10日，北狄大军必然军心大乱，不战自溃，这是制胜的关键。所以我们要做2手准备：一是死守京城，消耗北狄兵力；二是派精锐绕到敌后，烧毁北狄粮草。这里雁门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若能在此处设伏，定能一击即中。属下愿领命，率500死士执行烧粮任务，不成功便成人。光烧粮草还不够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大燕不是他们想欺负就能欺负。我要让北狄可汗永远记住这个教训，让他后悔来到了这中原大地。兄弟们，今夜我们只有一个任务，烧毁粮草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谁倒下，剩下的人都要继续前进，哪怕只剩1人，也要完成任务，明白吗？出发！动手！快撤！告诉王爷和王妃，任务完成了。告诉他们，一定要赢。还有，城中有内奸，是。王爷、王妃，统领他中了冷箭，临死前让属下带话，他说城中有内奸。内奸？好一个内奸！本王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本王眼皮底下搞鬼。夫君息怒，既然有内奸，那我们就要把他揪出来。暗卫统领拼死带回来的消息绝不能白费，他用生命换来的线索，我们一定要查到底。内奸能在我们眼皮底下传递消息，必然是朝中之人，而且位高权重，否则他不可能知道我们的部署，也不可能在关键时刻传递情报给敌人。你怀疑谁？我怀疑左相陈琳。左相陈琳，他可是3朝元老，对朝廷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？忠心耿耿？当他兄长因贪墨被先帝处斩，他一直怀恨在心。这些年他表面恭顺，暗地里却一直在联络旧部，培植势力。我早就怀疑他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证据。相爷，北狄那边传来消息，粮草被烧，可汗震怒。但他们说，只要相爷能打开城门，他们照样可以攻城。告诉他们，3日后我会派人打开东门，让他们做好准备。到时候里应外合，大事可成。是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：北狄围城，粮草被烧，但城中仍有内奸未除。臣请陛下准许臣彻查朝中官员，以清君侧。陛下，沈大人此言差矣。朝中官员皆是忠心为国，何来内奸之说？沈大人这般大张旗鼓的彻查，岂不是寒了百官的心？左相大人此言差矣。正因为忠心为国，才更应该彻查以正清白。莫非左相大人心中有鬼？沈大人说笑了，老夫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有何可惧？那左相大人可敢让禁军搜查你的府邸？搜查老夫府邸？沈大人凭什么？左相大人，本王的王妃要搜查你的府邸，那是看得起你。你若心中无愧，何必推三阻四？王爷，朕准了，左相爱卿就让禁军去你府上走一趟吧。我果然是你，这些密信
就是你通敌叛国的铁证。左相相爷，可汗说了，只要您能打开城门，事成之后，您就是大燕的新皇帝，整个中原都是您的。告诉可汗，3日后我会派人打开东门。本相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一言为定。左相陈灵，你勾结北狄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还有什么话说？萧炎、沈清鸾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押入大牢，择日问斩，凡与此案有关者，一律彻查，绝不姑息。青鸾，明日就要决战了，本王不许说不吉利的话，我们说好的，一起面对生死与。好，一起。夫君，你说我们能赢吗？能，有你在，本王一定能赢。那等赢了，你要带我去江南，看烟雨蒙蒙，听平塘悠悠。好，带你去江南，看遍天下风光，陪你白头偕老。大燕的将士们，今日我们誓死守卫京城，为了陛下，为了家人，为了大燕的江山，本王你们同在。誓死守卫京城，京城！萧炎，本汗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沈清鸾，本汗饶你不死，否则城破之日鸡犬不留。可汗，本王的王妃岂是你能消降？有本事就来取！小心！青鸾，没事，没伤到心脏。夫君，我们还没赢呢。可汗，你伤我王妃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青鸾，青鸾，你怎么样？你不能有事。王爷放心，王妃的剑伤虽深，但未伤及要害，剑离心脏还有3寸，实在是万幸。只要好好休养，1月之内便可痊愈。多谢太医，下去领赏吧。夫君，我们赢了吗？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北狄投降了，青鸾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傻子，你是我的夫君，我不救你就是你。青鸾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，本王都要与你在一起。本王发誓，绝不会再让你受伤。我也是。皇叔、皇婶，北狄送来降书了，他们愿意割地赔款，俯首称臣，永远不再侵犯大燕。我们赢了，终于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！王爷万岁，王妃万岁，大燕万岁！陛下，这是大燕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。这一仗我们虽然赢了，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我们要铭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。皇叔，朕决定往后，朕要励精图治，让大燕变得更强，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。朕要成为一个好皇帝。陛下长大了。青鸾，这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太多，每一次都险象环生，生死一线，但我们都走过来了。是啊，但我们都走过来了。青鸾，本王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。什么事？本王想还政于陛下。还政？王爷不是说要辅佐陛下到成年吗？本王原是这么想，但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本王忽然明白，权力也好，江山也罢，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，本王不想再让你陪本王涉险，不想再让你为本王挡刀。本王只想和你一起过平凡的日子。夫君，等还政之后，本王便带你离开京城，去江南，去塞北，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本王要带你
看遍这天下风光，陪你白头偕老。好，我等着。